欢迎你加入这一次的深度解析。很高兴你能和我们一起待在这个空间里。没错，欢迎。今天的探讨任务非常明确，我们要一起潜入隐藏在科技与人类行为背后的运作机制。你说，我们每天滑手机啊、工作、看新闻，但真正驱动这一切的底层逻辑，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对，而且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这次为你汇整了一个极度多元的资料库。包含从 The Verge、Digital Trends 还有 Tom's Hardware 这些硬核的科技媒体，一路到 WeAreSM 对社群媒体演算法的深度观察，跨度真的很大。没错，甚至还涵盖了 Reddit 上最热门的职场辩论与奇闻异事。我们会帮你把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资讯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好，我们来解压缩一下这个资讯。今天的探讨旅程的跨度非常惊人，我们将从一场价值高达50亿美元的 AI 晶片世纪结盟开始聊起。然后一路探索到一个名叫放屁手环，对，你没听错 Farbit 的奇葩科学发明。哈哈，对。甚至还会解密为什么有人宁愿买来回机票飞到美国再住一晚饭店，居然只为了买几个硬碟。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当我们把这些涵盖硬体、软体与社会现象的资料摊开来看，你会发现一条贯穿全局的主线。什么主线？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正在以不可思议的方式重塑我们的基础设施与数位身份。但与此同时，人类为了适应这些变局所展现出的本质、荒谬与幽默感，却始终如一。哇，说到适应变局，我们就先从科技圈的冰与火之歌说起吧。好啊。根据 NextSource 和 NDTV 的报道 ，NVIDIA 竟然砸下了50亿美元入股 Intel 呢。对，这真是个震撼弹。他们要联手开发次世代的 AI 超级晶片。我记得这两家过去在处理器市场上可以说是死对头吧，现在居然要战略结盟了。这在业界确实是个板块移动级别的转折啦。如果你看那个技术细节，这不只是单纯的财务投资而已。他们正在打造一种全新架构的系统单晶片，也就是 SoC。简单来说，他们要把 Intel 最引以为傲的 X86 CPU 技术和 NVIDIA 强悍的 RTX GPU 小晶片结合在一起。小晶片是指 triplets 吗？对，就是 triplets。你可以把小晶片想象成高度专业化的乐高积木，传统晶片是一体成型的，坏了一个角落就整块报废。了解。但小晶片技术允许他们把 Intel 最好的乐高和 NVIDIA 最好的乐高，透过 NVIDIA 专利的 NVLink 协定拼凑在一起，达成极高频宽的数据传输。所以这不仅仅是放在冷气房里的那种大型伺服器晶片，这其实是瞄准了我们桌上的个人电脑，对吧？完全正确。市场预估这项结盟每年可以解锁高达25亿甚至到50亿美元的潜在收益哦。哇，50亿！对啊 ，NVIDIA 过去在资料中心领域称王，但在全球每年卖出约1.5亿台的消费级 PC 市场中，他们其实缺乏自己的 CPU 去整合。这次结盟宣告他们准备强势夺回消费级市场的话语权。真的，而且现在 AI PC 的战场已经彻底白热化了。在我们整理的资料中， Tom's Hardware 也报道了中国竞争对手摩尔线程，也就是摩尔线程，他们刚推出一款名为 MTT AI Book 的笔电。对，那台机器规格蛮特别的，它搭载了特制的12核心 ARM 晶片，还有一颗能提供50 TOPS 算力的神经处理单元，就是 MPU。等等，我们先帮大家翻译一下50 TOPS 是什么概念。 TOPS 代表每秒1兆次运算，所以50 TOPS 意味着这台笔电每秒可以执行50兆次的 AI 运算。这听起来超夸张的。这让你的电脑可以在不连上云端的情况下，直接在本地端流畅地执行复杂的 AI 模型，像是即时语音翻译或是生成图像。大家现在都在疯狂推升这种边缘运算的硬体极限。重点来了，真正有趣的地方是，根据 The Verge 和 The Tech Buzz 的报道，
尽管科技巨头们砸了数百亿美元，把算力推升到每秒几十兆次，但我们的人工智慧至今竟然还是无法正确读懂一份 PDF 档，这真的很讽刺。真的蛮傻眼的。我这里想反问一下，既然 AI 连极度复杂的蛋白质折叠都能算出来，为什么连个简单的文字辨识，也就是 OCR 都搞不定？这听起来不太合理啊。这确实是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落差，但原因其实深藏在 PDF 的基因与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 的运作逻辑冲突里。怎么说？当我们人类看 PDF 时，我们看到的是有逻辑的段落，但 PDF 这种格式当初被发明出来是为了视觉排版的绝对精准。要列印出来长得一模一样。没错，所以它的底层程式码不是写着这是一段话，它是写着把字母 A 放在荧幕坐标的 X 轴100、Y 轴200的像素点上。也就是说，它是一张被锁死的画面，而不是一份流动的文字档。没错，而另一方面 AI 模型是透过标记，也就是 tokenization 来阅读的。他们习惯读取线性的、有上下文语义关联的纯文字序列。了解。当你要求 AI 去读取一个以视觉坐标构成的 PDF 时，它必须同时进行极度消耗资源的电脑视觉扫描，还有自然语言处理。难怪会卡住。对，只要排版稍微复杂一点，譬如说有表勾或跨页， AI 就会把左边栏位的字跟右边栏位的字混在一起，然后开始产生幻觉。这暴露了目前 AI 吸收资料时在视觉与语义转换上的一个根本性缺陷。我们能算出宇宙的轨迹，却搞不定电子版的值，这真的是很荒谬。确实。不过讲到 AI 的荒谬与资源消耗，就不能不提 OpenAI 执行长 Sam Altman 最近的狂言。他最近话蛮多的。对啊，他公开表示，大众对于 AI 消耗大量水资源的担忧是假的。Fake。对，他说 fake。他甚至来反击说，如果你去计算要让一个人类进化、成长、受教育，然后被训练出来，这中间消耗的能源和资源才更是惊人。这里令人着迷的是 Altman 总是擅长用这种极致的框架转换来掌握话语权。就是话术吧？算是。他试图把 AI 的耗能问题转化为与人类进化成本的对比，这在逻辑上其实是在模糊焦点。真的。而且他不只谈论资源，他还顺便批评了 Elon Musk 最近考虑把资料中心放上太空的想法，说这在目前看来很荒谬。哈哈，神仙打架。这显示了 AI 巨头们不仅在技术规格上竞争，在如何定义 AI 的发展路线以及资源分配的正当性上也充满了火药味。既然聊到了硬体与资源，我们来看看基础设施为了适应高速发展产生了什么变化。你想象一下，我们身处的城市被隐形的网络包围。The Verge 报道了 Alphabet 旗下的一家公司推出了一项名为 Tara Beam 的技术。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光纤或 WiFi 哦，它是透过隐形的雷射光束来传输网络。而且连线速度非常快。没错，高达25 Gbps。为了让这个数字更有具体感，25 Gbps 意味着你可以透过一束肉眼看不见的光，在1秒钟之内下载好几十部 4K 的高画质电影。1秒钟也太狂了吧！这项技术原本是为了那些难以铺设实体光纤的偏远地区，或者是河流两岸所设计的，现在正准备进入城市基础设施。这听起来超级科幻，但这带出了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当我们的基础设施变得无形，而且高速互联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危险同样也会变得无形。没错。你在享受雷射光束带来的高速网络时，有没有想过那些藏在暗处的威胁？ Digital Trends 最近揭露了乔治亚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一个骇人发现。那个 AI 后门对吧？对，他们找到了一个名为 VillainNet 的潜伏 AI 后门。据说它能让骇客轻易劫持自动驾驶汽车，成功率高达 99%。这比例非常高。但让我最疑惑的是，为什么它能对现有的安全工具完全免疫？传统的防毒难题不是都会扫描恶意程式码吗？这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传统的防毒软体就像是夜店门口的保镖，他们会检查每一个进入系统的程式码，看看有没有符合已知的坏人名单，也就是恶意语法。但是 AI 模型根本不是由传统的程式码写成的。那是由什么写成的？它们是由几十亿个数学权重，也就是 weights 所组成的神经网络。所以它不是一段可以被读取的指令。没错。VillainNet 的可怕之处在于，骇客是透过资料下毒 data poisoning 的方式，微调了 AI 模型的数学权重。所以在防毒软体眼里，这个 AI 模型的结构完全正常，没有任何恶意程式码，完全隐形。这就像是一个人的大脑结构看起来很健康，但他潜意识里已经被植入了一个触发指令。当自动驾驶的镜头看到某个特定的、看似无害的视觉标记时，这个被毒化的权重就会发作，导致车辆瞬间转向或失控。天哪！因为没有实体的恶意程式码可以被扫描，现有的资安工具对它完全束手无策。哇！当你想象未来的某一天，你坐进一辆由 AI 驾驶的车子里，但这个系统可能存在着连最强防毒软体都看不见，基于纯数学机制的盲点时，你对这种未来科技的信任感还剩下多少？这真的是个大挑战。这不只是实体世界的问题， AI 与演算法也正在无形中改写我们在数位世界的生存法则。我们正在被迫适应新的职场和社群规则。确实如此，这就带出了 VSM 最近一篇关于 LinkedIn 演算法的震撼报道。那篇报道超精彩。很多专业人士最近都在抱怨，说自己在 LinkedIn 上写了超有深度的长文，却没人看，反而是一些看似普通的动态获得巨大回响。过去大家总以为要破解演算法，就是要提高贴文的互动率，吸引大家留言，对吧？对啊，这难道不是所有社群媒体运作的铁则吗？ VSM 的分析指出， LinkedIn 已经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现在它的演算法核心根本不在于对单篇贴文进行排名，而是在对人进行排名。对人排名，演算法正在建构你的身份认同图谱，也就是 Identity Graph。 所以你是谁，比你发了什么内容更重要。完全正确。系统在观察你的数位身份，比如你的专业标签是什么，你平常跟哪个层级的业界人士互动。如果你被系统的身份图谱认定为某个利基领域的权威节点，就算你发布的内容很短，系统也会强势推送。报道中直接点出一个残酷的事实。什么事实？追踪人数现在已经变成最不重要的虚荣指标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典范转移。所以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以前那种拼命蹭热度、冲粉丝数的玩法已经被淘汰了。没错，不止 LinkedIn 啊，其他社群巨头也都在逼迫我们适应新的身份展演方式。VRSM 提到 X 平台现在全面压住垂直影音。Threads 推出了一个叫 Dear Algo 的功能，让用户可以直接训练控制自己的演算法。而 Meta 甚至正在测试一个名为 Vibes 的独立 App， 里面的影音内容完全由 AI 生成。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身份可以被演算法定义、内容可以被 AI 无限生成的时代。如果我们把这跟大局连接起来看，你会发现这跟真实职场里的人际动态有着惊人的平行呼应。怎么说？ Reddit 的 Are No Stupid Questions 版上最近有一场非常热烈的讨论，主题是平庸的好人 vs 聪明的混蛋。 Mediocre nice guy versus Brilliant jerk。 对，在高度依赖技术的现在，如果在职场上只能选一个，大家会选谁？但等一下，如果是像 AI 开发或晶片设计这种极度硬核、容错率极低的领域，一个只会写平庸程式码的好人，难道不会成为拖累整个专案的巨大负资产吗？但等一下，如果是像 AI 开发或晶片设计这种极度硬核、容错率极低的领域，一个只会写平庸程式码的好人，难道不会成为拖累整个专案的巨大负资产吗？
大家真的会宁愿选好人而放弃能解决困难问题的技术天才吗？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访问。确实，平庸的程式码会带来技术债，这在开发上是个麻烦。但在 Reddit 的辩论中，业界人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怎么说？带来毁灭性的文化债 （cultural debt）。哇，文化债这词蛮精准的。一个破坏团队气氛、拒绝沟通的天才，往往会导致另外5个优秀的工程师离职。技术债可以靠后期的代码审查来修复，但文化债会直接瓦解团队的生产力。因此，大家几乎一面倒地认为，软实力通常胜过技术天才。这完美呼应了我们前面提到的 LinkedIn 趋势啊。在演算法眼中，你这个人的数位身份与网络关系大于单篇内容产出。没错，在真实职场里，你的合作能力与人格特质也大于单一技术输出。无论是面对机器还是面对人，我们都在努力适应这套注重连结的系统。对。说到人类的适应力，这往往会碰撞出一些非常荒谬且有趣的经济行为。这就不得不提 Tom's Hardware 分享的一个超狂趣闻了。我们都知道，在全球供应链下，各国的科技产品定价会有所不同。但在英国，一颗28TB 企业级硬碟的价格实在太离谱了，竟然比美国的售价贵了足足$370。$370的价差，如果采购量大的话，这笔账算起来会非常惊人。结果有个英国网友就真的精算了一下，如果你需要采购10颗28TB 的硬碟，在英国本地买的总价，竟然比你直接买一张飞往美国的来回机票。飞去美国？对，飞去美国，然后在美国当地住一晚饭店，最后在当地买10颗硬碟带回英国，居然还要贵。也就是说，飞过去买比较便宜。对啊，所以为了一批硬碟飞越半个地球，居然成了一个符合经济效益的理性选择。人类为了适应供应链的价格扭曲，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向你说明，接下来我们单纯从资料库中的经济数据与供应链成本来看，我们绝对不选边站，也不带任何政治立场。没错，完全客观。这正是为什么现在全球市场都高度紧盯美国前总统川普近期的重大关税宣告。他在最高法院遭遇挫败后，迅速改变策略，宣布将针对进口商品的全球关税从原先计划的10% 提高至15%。这个5% 的增幅听起来或许不大，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吧？没错，客观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变数，它会立刻在我们刚刚聊到的全球供应链中引发连锁反应。不管是我们提到的28TB 硬碟，还是 NVIDIA 与 Intel 结盟所需的晶片原物料，只要涉及跨国进出口，成本结构都会随之剧烈震荡。企业与消费者都必须立刻适应这种新的定价现实。确实，而在市场版图的变动上，适应巨头的整并也是另一个挑战。The Verge 报道指出，美国司法部，也就是 DOJ， 已经正式对 Netflix 与 Warner Bros. 华纳兄弟的合并案展开了反垄断调查。这也是个大变数。没错，政府机关正在严格检视这场娱乐巨头的联姻是否会构成市场垄断并扼杀竞争。从硬体供应链到媒体娱乐，我们都处在一个规则不断被重写的时代。而人类为了适应这些变局，不仅在经济上精打细算，甚至连我们对自身生理机能的监测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哈哈，这就一定要提 The Verge 报道的那项令人拍案叫绝的研究了。马里兰大学的科学家们研发出了一个叫 Fartbit。对，没错，就是放屁版的 Fitbit。你可能以为这是搞笑诺贝尔奖的题材，但这其实是非常严肃的医学研究。他们甚至为此建立了一个人类胃肠胀气图谱 （Human Flatters Atlas），这展现了人类如何将感测器技术极致地应用在适应与理解我们最私密的生理机能上。最夸张的是，为了测试这个穿戴式感测器的精准度，研究团队甚至在实验室里打造了一个人造屁股。人造屁股，这真的太有画面了。他们透过管线与泵补来精准控制排气的频率、体积和声响。这个 Fartbit
就是用来记录病患每天的排气状况，并跟饮食做交叉比对，借此评估肠胃微生态的健康。这绝对是把科技适应人体发挥到了极致。不过，虽然我们在现实中很会适应，但我们在面对极端未知时，适应力往往会大宕机。你说 Sunny Papers Paul 那场热烈讨论吗？对，而实体 Movie Details 版上最近有一篇文爆红，大家重新检视了这部经典科幻片里的一个巨大战术盲点。哦，那个米勒的星球。没错，电影里女科学家米勒降落的那颗充满巨浪的星球，因为太靠近黑洞，那里的1小时等于地球上的7年。这是个极端的时间扭曲。对 ，NASA 在地球上明明知道米勒几年前发出的那微弱的环境良好讯号，在当地的时间尺度换算下来，其实才刚刚发射了几分钟而已。也就是说，他根本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实质的长期探测。没错，结果 NASA 居然派了整个主角团队，冒着巨大的风险降落在那颗星球上，只为了回收那短短100多秒的初始数据。网友无情地吐槽说，这在战略上根本是个致命的错误。这确实凸显了人类的直觉，在面对时间扭曲这种极端物理环境时，是多么难以适应。真的转不过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人类在面对时间、空间的极端扭曲时，会产生盲点。同样的，当我们面对人与人之间极端共存的压力时，我们也会被逼出极限。这带出了 Reddit 上分享的一个1983年的真实艺术实验。那个故事真的非常有张力。2位行为艺术家将彼此用一条8英尺长的绳子绑在一起，整整维持了1年的时间。1年呢？对。这1年里，他们吃喝拉撒睡都在同一个空间，但他们设定了一个绝对的规则，完全没有任何身体接触。太痛苦了吧？他们试图透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测试人类在失去隐私与个人空间时共存的极限究竟在哪里。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跟大局连接起来看，这不正是我们现代人与科技演算法关系的最佳隐喻吗？哦，怎么说？我们现在就像那2位艺术家，被无形的网络、手机通知，还有像 LinkedIn 或 Meta 的演算法紧紧地绑在一起，日夜共处。确实是这样。我们无法摆脱他们。我们是否在这种高压、零距离的数位捆绑下，找到一个既能维持自我身份，又不会互相毁灭的共存之道？哇，这个比喻真的把今天所有的资讯都串起来了。好，让我们快速收拢一下这趟深度解析的旅程。我们真的身处在一个荒谬又迷人的时代。是啊，你看，我们能砸下50亿美元打造地表最强的 AI 晶片架构，但这颗晶片却因为底层逻辑的差异，搞不定一份日常的 PDF 档。对，我们发明了每秒25 Gbps 的隐形雷射网路，却也催生了连防毒软体都看不见的 AI 结社后门。我们聪明到知道飞越半个地球买硬碟来对抗供应链的价差，还发明了追踪肠胃健康的放屁手环。这里就关键的是，在这些看似跳跃的资讯中，核心的字眼始终是适应力。适应力。了解 LinkedIn 现在看重的是你的身份图谱，而不是单篇贴文，或是明白职场上平庸好人通常比聪明混蛋更受团队青睐。这些认知都能帮助你在这个规则不断变动的时代中，做出更具战略性的决策，建立起更有韧性的生存法则。没错。不过，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向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深刻的未解之谜，留给你自己去咀嚼。好，我们今天聊到，像 LinkedIn 这样的平台，已经开始深入分析并评分你的数位身份图谱。同时 ，Meta 的 Vibes 等平台正展示着 AI 可以用极可乱真的方式自动生成海量的内容。那么，请你想象一下，当未来的某一天， AI 模型不仅能模仿你的语气，还能完美复制你在网络上的社交模式与数位身份时，那个在虚拟世界里替你发言、替你经营人际网络的存在，到底还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你？
当虚拟的身份比真实的你更符合演算法的期待时，这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适应挑战。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我们的探讨，陪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脑力激荡。期待下次的深度解释，我们再一起解锁更多隐藏在表象背后的运作机制。